好，回到环宇全世界，我们马上来关心的是俄乌战场的最新态势啊。这个过去曾经有乌克兰女督军之称的这位国会议员叫做祖格拉雅，他在10月16号公开表示，他说哈尔科夫近郊的库皮扬斯克已经脱离了乌军的控制，俄军利用地下管道还有渗透的手段深入城内啊，早就已经遍布了整座城市。现在战局非常严重，实际上呢，严重情况甚至超乎了这个乌克兰官方的说法。他也指出，乌军总参谋部在撒谎，并且警告，如果再不紧急处置的话呢，库皮扬斯克恐怕会完全落入俄军的控制之下。而哈尔科夫州政府也表示，这个安全情势不断在恶化，确实是如此啊，也紧急下令库皮扬斯克周边40个村镇，一共有409个家庭要立即撤离。我要问的是说，库皮扬斯克如果真的不幸陷落的话，对于哈尔科夫战线会带来多大的冲击呢？肖雄。的确那以从这个哈尔科夫来讲，它本身北边其实就面对了整个俄罗斯大平原这个部分，再加上其实库皮扬斯克是它北边相对来说是一个还在艰苦据守的一个点，等于说今天这个地方是一个交通线的这样的枢纽。如果说今天这个地方如果陷落了，然后被俄军所顺利控制的话，等于说俄军就可以利用这边连接到哈尔科夫以及哈尔科夫周边城市的这些道路，扩大对这个哈尔科夫的这个包围圈。因为其实如果说今天哈尔科夫本身面临到俄军从东到北到西3面这样的包围的话，那这样的这个城市本身它所能够发挥的城市功能就会大幅的这个缩减，甚至于就是说因为哈尔科夫本身是目前等于算是那个乌克兰第2大城嘛，那你第2大城都已经被人兵临城下了，那这个时候对于基辅的这个统治那个当局来说的话，这绝对是一个一定要去解决的问题。但问题是对，非常严峻。但现在其实你可以看到那个乌克兰在前线的问题就是那个到处都缺乏兵源。因为其实毕竟就是说，俄罗斯它本身对乌克兰的这个作战，它其实还是想有一个外线优势，也就是说，我是对你任何一个城市或干嘛，我要进行发动攻击的时候，我可以选择时间攻击的时间跟地点。当然，其实你可以看到现在整个俄乌那个前线来说，变成类似有点像是第1次世界大战那种壕沟战双方那个绝壕固守，然后但是也运用到这些那个壕沟，甚至于地下管道对对方进行渗透，而且俄罗斯在这一方面其实还蛮拿手的，他们透过这种水道战，然后那个部队从那个原本各种的这样的管道或地下这种通道，然后呢进到那个都市区的中心地带，然后对乌军发动攻击。等于说乌军我一方面要看住我的前面，不要让俄军冲过来，但是结果俄军就从我这些地下管道爬到我的后面，然后从后面来打我，变成说他们有这种腹背受敌的这样的情况。再加上其实乌克兰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已经进行了3年多的这个俄乌冲突，让他在人力上有非常吃紧的这样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你这些部队在前线作战那个新兵跟老兵数量快速的这样一个锐减，然后但是你要防守的这个区域又那么长那么大，那这时候往往面临到这个贝多利分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俄军他其实虽然说的确俄军在这3年这个战斗中也损失了非常多人，但是他可以透过不断的那个扩大征兵的这样一个方式呢，然后增加他这样的兵源。然后毕竟打仗的这个本体还是人，虽然说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无人机或是自杀无人机或是 FPV 无人机在俄乌前线中拥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那个优势，或者说是能够载至战场这样一个部分，但是你还是关键要有人才能够让这些武器发挥作用。那这个时候对于乌克兰来讲，缺乏人力，缺乏这个弹药，甚至于缺乏这个先进武器，像他最近这个泽伦斯基又跟川普说，拜托你给我这个战斧巡弋飞弹，但是这个战斧巡弋飞弹川普就说，不对，我本来说要给你，但是不对啊，我如果真的给你这个射程太长这个飞弹又有这个地貌追演能力，那让俄罗斯跳起来，那俄罗斯如果又要说我跟你签的这些合约，因为你那个提供了这个，我就不算数了，我不认账了，那这对美国来说是很头痛的。对，你听到这个，其实泽伦斯基也好，或乌军也好，其实都很期待说给我战斧吧。尤其听到川普那个，对，川普提到说我们不排除可以考虑要提供战斧给乌克兰。那乌军可能就想说，如果有了战斧之后，真的可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来击败俄军哈。可是呢，确实不是这样嘛。好，那这个因为俄方不只是在战场上面，在军事方面。他们有出击，而且是有得到一些不错的成果。外交上也是哈，我们就看到了最近俄罗斯总统普丁呢，最近呢就主动在10月15号这一天，他直接主动打电话给川普，跟川普通完话之后，川普说呢，他计划在2周内再跟普丁在匈牙利见面，讨论如何结束俄乌战争，而且他就暗示他说美方并不会很快决定要不要援助乌克兰战斧飞弹。
另外一方面，也看到叙利亚的临时总统夏拉，他在15号也首度访问了俄罗斯，他宣布同意俄军可以继续使用地中海沿岸的这个军港，叫塔尔图斯，还有位在赫梅明的空军基地。好，拉回来看，普丁真的很了解川普哈，真的懂得怎么样去按捺川普。当川普说我要不排除考虑给乌克兰战斧飞弹的时候，马上出手打电话给川普，一打，川普就立刻改口。我们其实可以去看到的是说，我们讲川普好像是谈判高手嘛，他之前这个商人出身的啦，很会这个拉高谈判筹码。可是我们要注意的是，普丁他也不是省油的灯。我们从这样子一个互动来看的话，可以真的去看到普丁不愧是过去这个 KGB 的高手，他也懂得是说，当你在提高谈判筹码的时候，那我这时候打一个电话给你，因为他也知道川普他过去一直，甚至川普在上来之前，他最想要的就是俄乌停战。我们看他一开始不是跟泽伦斯基，然后跟普丁等等这一些，而且现在感觉中东好像有一点和平曙光出来了。那中东结束了，是不是下一个就是欧洲这边要赶快停火呢？今天普丁他就抓住了这一个机会，来去跟川普进行更多的谈判。而且这次主动打电话之前，记不记得吗？在川普没有拿到诺贝尔和平奖，对，马上出来开记者会说，你们这样子对川普太不公平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他抓到的是川普现在需要的东西，这时候给他一些温暖，是不是温暖不知道，但是给他一个机会，对，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感觉这一块我又有可以去做一点文章，用这个机会，用这种谈判的方式去跟美国打交道。那另外的话，我自己会认为啦，现在对普丁来讲，他现在看的已经不是在这一个在俄乌的这个战场而已了，他开始就要去想的是战后的世界。这是什么？就是我们看第2次世界大战，2战最后快要结束的时候，不管是什么雅尔达密约啦，什么各式各样的那一种国际的谈判，为的就是说战争结束之后，我要为我的一个国家利益开始布局了。这个布局的话，今天我们就看到地缘战略。所以为什么今天的普丁他跟这一个叙利亚这一边这个海空军这两个基地嘛，这两个基地之前说好像俄罗斯有一点保不住了的话，它会造成说它在这一个地中海跟非洲这一边的一个地缘战略的一个势力会大幅的下降。可是他今天如果可以去保持住这些机会的话，保持住他的一个运作的话，先不说实际有什么样的一个兵力投射啦，但至少他就在那边有一个点。有一个哨，有一个基地在这里，代表的是俄罗斯未来在这个世界上面的影响力。在于说，他跟这些除了在欧洲大陆之外，在其他地方，他是不是可以去跟美国，甚至是中国一较长短？因为我们在想的是那时候在这个非洲这边的一些战火嘛，叙利亚这边的一些攻击行动，很多是从这个基地去起飞去攻击的啊。对，所以如果说今天的话，在非洲那么多一个重要的资源，或者是在非洲大陆的一些相关的盟邦、一些国际上面的互动的话，对于俄罗斯来讲，他也会看到。战后它持续要在这里有影响力的话，这两个基地会是个关键。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在看的，已经不会是只有在俄乌战场上的武器跟那个打仗的结果、行军走马之外，我们也要看到地缘战略的布局。这普丁真的也是老谋深算哈，就像您刚刚提到说，他已经在为战后来做盘算了哈，要先像下棋一样，我先下在这2个点的话。在战后之后呢，对我来讲，我起码能够提升威慑的效果哈。那当然，川普现在对这个俄乌的战争呢，他也特别从不管说军事上说要提供战斧给乌克兰，另外经济上大家还记得吗？他说这个印度方面呢不买俄罗斯的石油了，可是马上就被印度打脸哈。这印度的这个外交部门就说没有这回事情哈。所以其实现在这件事情被否认，经济上也看到俄罗斯呢，最近跟东协。这些国家展开合作啊，他们不但是协助印尼建立核电厂，还要提供印尼在深水天然气这些相关的油田来进行勘看。那包括液化技术方面要进行产业升级，还有就是跟越南的国营石油公司在南海进行能源合作，来共同开采油气。美联社甚至爆料说，河内跟莫斯科之间存在了一种叫以油换武的秘密机制，要透过合资能源计划的利润间接来支付军购的贷款啊。所以这整个背后的经济战略，尤其是从俄罗斯跟东协国家积极展开合作，这个怎么看？就延续刚才林老师讲的，就是说大国战略是非常精准的。第一个就是说，俄罗斯是世界最大的国家，可是它在欧洲大陆并没有受到一样的尊敬哈，而它在东南亚并没有一个殖民的黑历史。是，那个东协就像印度一样，基本上就是尽量不结盟，然后朋友的朋友是朋友，
敌人的朋友，对不起，敌人的敌人还是朋友，敌人的朋友也是朋友，所以朋友多多，敌人少少。那全球暖化里头，俄罗斯是最大的受益者，那东南亚是最大的受害者。那我们看到这个蛮有趣的，就是说以前中美经济是互补，那中国是买原料商品出去，然后它不卖武器的。可是在这个新冷战一个时代以后，在这个中美的 Great Decoupling 下头，俄罗斯将来可能是全球一个很大的原料跟军工的出口国，跟美国在做这个分庭抗礼。那至于印尼，它的这个natural gas 只有俄罗斯的1/10嘛，好，那越南只有1%，所以基本上来说并不成气候。但是俄罗斯后面可能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战略哈，就是说它将来每一个国家都要为它的 national security， 它要去保护到，所以它将来会有一个从北极海、东海、黄海到这个马六甲、印度洋、黑海，它自己可以制成一个系统，所以这个是它最大一个战略。好，所以其实听完了3位老师的分析啊，我就发现说，其实现在我们看到整个国际的战略大局啊，这一盘大棋其实已经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光是战场的现况，而是很多的包括普丁在内的这些领导人已经在思考的是战后要如何来规划。马上回来。好，回到节目这个部分，我们来看委内瑞拉啊，最近这个情势非常的紧张。川普在15号亲自证实，他已经授权 CIA 在委内瑞拉要执行秘密行动。《纽约时报》就报道说，川普政府现在定调的策略目标是把委内瑞拉目前的执政者马杜罗赶下台，而美方呢更是悬赏5000万美元，征求能够用毒品走私罪名来逮捕马杜罗的这个情报。好，另外呢。最近还有一个消息，就是当初猎杀宾拉登被称为是夜行者的这个美国陆军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直升机呢，也被发现在委内瑞拉北部的海岸，大约145公里处这个区域在活动。另外还有3架 B-52轰炸机呢，也离开了这个在路易斯安那的空军基地啊，部署到在委内瑞拉沿海的国际空运。哇，现在看起来好像是一触即发的这种态势哈，种种的迹象都显示，川普好像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推翻马杜罗，但是为什么？因为最主要是我们看到委内瑞拉它现在输入美国的这个芬太尼等等数量非常庞大。那因为其实你看美国跟这些中南美洲的这些政治领袖翻脸的一个最大的因素，其实还是来自于这些所谓的毒品问题。也就是说，对美国来讲，你们这些国家领袖如果没有办法好好控制住这些毒品流进美国的话如果没有办法控制好，那对于美国来说，你就变成我的眼中钉、肉中刺。为什么？因为美国毒品问题真的其实非常严重。所以比较像你看到有那么多的这些电影或者说小说，都描写了这种美国 CIA 如何跟这些当地控制的这些毒品的这些毒品大盘的那些可以算是跳 Tango 这样的过程。最有名的一部名著可能就是这个那个迫切的危机，对，迫切的危机嘛，对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对美国来讲，如何能够有效的减少这些东西进到美国境内，然后呢，美国等于说缉毒署，然后等于说可以跟这个国人宣布说，哎，我们现在能够有多具体的成效，然后减少美国这些家庭受到这些毒品的危害但是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这个东西是要你美国跟这些国家关系还不错，但委内瑞拉现在就表明了要跟美国对杠的一个国家嘛，那它甚至包含在石油等等都要等于说要走出一条自己不一样的路，所以这个时候对于马杜罗来说我们看到美国的川普就把马杜罗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现在动用这个106特种作战航空团的这些直升机，其实就摆明说我可能透过一个先期的大规模的电子作战，把你整个国家的这个防卫体系就像对付像伊拉克那样，把你整个国家该打瞎了，然后呢，我透过B-52轰炸机攻击这些重要的节点，然后这种160特种作战团进到国内去把那个马杜罗抓起来，甚至抓起来之后要能够绳之以法送到美国去审判。这个时候也更加强化了这个川普这样一个形象嘛。我今天我是正义之师，我去把马杜罗抓起来，这个卖给我们美国一大堆毒品的这个家伙，我把他推翻了，而且把他抓到美国来受审。那这个时候其实对于这个川普在一般美国人心中形象是不是又更增高了？是不是更有可能大家就会认为对于川普来说，
说 four more years，four more years， 可能是更有顺理成章。那美国那个川普可能就，尤其明年2026要选，对，就黄袍又加深了，对吧？他又决定啊，我继续来出来啊，甚至要挑战美国这个宪法修正案，是不是都有可能？其实对于川普来讲，他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自己要能够提升他在美国民众中的这样一个地位，甚至不惜动用到美国军队，是不是？你说他今天以美国对于这样的委内瑞拉一个主权国家来讲，他能不能做这些举动不重要，重要是他今天要能够达到他的政治效果。对，所以美国要打委内瑞拉，其实就很像老虎在打狗吧？这虽然不是说像老虎打苍蝇啊这么量级，这不在同一个量级上面的哈。但是现在也看到半岛电视台呢，他们就提出一个很讽刺的观察。他们说呢，整理了从19世纪香蕉战争以来呢，美国就对中南美的国家进行过多次的军事干预，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在画面上面我们看到，1989年美国总统老布希他发动了正义之师行动啊，入侵巴拿马，推翻了诺瑞加政权，理由跟这次的川普很像，都是为了打击毒品走私。但实际上深入了解之后发现，是为了确保美国对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那而且我刚刚说讽刺的原因，是因为诺瑞加原先是美国 CIA 所扶植起来的独裁者，之后呢，却被老布希称为是美国人的流氓。好，所以两个问题这个老布希入侵巴拿马这个套路会不会用在这一次，还是说他会有新的招？另外，委内瑞拉对于美国的地缘战略重要性因为现在也有另外一个看法是，这次用打击毒品，可是实际上是他必须要去看好它的战略地位。没有错，今天呢，其实我们先说会不会用这个老招重样的方式再来对付一次委内瑞拉？我会认为战略方向不会有很大的改变，改变的是一些战术的一些细部的一个作为。我们先从他刚刚目前我们看到这个调兵遣将来看，对付委内瑞拉需要 B52吗？这个好像应该是有点杀鸡用牛刀了嘛。那你说他会使用的可能是为什么先是 CIA？ 因为 CIA 它最擅长的就是什么扶持当地政权。你说美军要大举进入，然后这个什么占领吗？也机会不大，我必须说，考量代价，考虑到太多代价，你要怎么2栖都这样一路打进去吗？不太可能啊，他反而会用的是扶植另外一个政权，然后可能把现在的总统赶下来之后，然后说了一个要这个完全禁毒、完全这一个灭毒、完全臣服美国的一个政权。反对党这个才刚得诺贝尔和平奖。对啊，这一些就是一个他有可能会去运作的方式。所以这一套的话，你就不是陆军或者是部队可以去玩的。这一套最强的就是 CIA。所以其实他为什么现在 CIA 这一些这个组织开始去使用，是有它背后的一个原因。那另外一个，我们这边要看一下，就是说，好，那到底它这个生产什么毒品还是怎样？其实它倒不是那一个芬太尼，它主要是 cocaine， 是 cocaine 这一类的比较多。芬太尼它的东西是中国运到墨西哥，是以墨西哥为主。可是我会觉得美国在做这件事情，在国际政治上面，刚刚孝瑋哥有讲这个内部要选举的因素，除了内部之外，另外一个我会想的是国际。因为从之前我们讲，在川普刚刚上来，他讲最多的就是芬太尼，就是他要打赢反毒战争嘛。对，所以对墨西哥啊，对中国啊，有很多的一些作为或很多的宣示。而且说实在，你说我为了反毒、禁毒，全世界都会双手跟你鼓掌嘛。这个先不说他最后目的是什么，但至少这个名目，讲的是还蛮正确的。那如果我今天对付委内瑞拉用了这么多的一个手段，好，我未来有没有会可能把这些军事上的手段对付墨西哥？对付中国，所以他今天我会认为在国际外交上面，它是一个杀鸡儆猴的一个策略。对，它是一个因为他知道这个委内瑞拉打不赢美国嘛，所以我会把所有的家当都摆出来了。我川普会为了反毒，我宁愿把这些东西全部拿出来。那未来你墨西哥是不是自己要警惕一下？那中国其他的至少在反芬太尼也好，反毒也好，你必须要跟我美国合作。我会认为这个才是今天川普在国际上面会走的一个路线。像委内瑞拉啦、巴拿马啦，就连古巴嘛，哪一个中南美的这个国家是打得赢美国的嘛？所以你会发现说，最近这个针对委内瑞拉，就像是刚刚林老师讲到说，大家想说有这么需要拿这个牛刀来杀鸡吗？所以。那现在呢，也看到了媒体传出的一个消息，美联社他们10月16号报道说，委内瑞拉政府向美国曾经提议说，那干脆我们内部先处理好让马杜罗的政权让他放弃权力下台。那而且呢，是由他们的副总统叫罗德里格斯来接替这个马杜罗的剩下的任期希望能够来缓解美国对委内瑞拉最近越来越多的施压。不过白宫方面呢，最后是拒绝了。
可是这个消息被美联社报道以后呢，马杜罗这边是否认，说这个美联社在乱报道哈，说这是分裂委内瑞拉的企图，还嘲讽川普授权 CIA 在委内瑞拉境内展开秘密行动的说法。他说有人相信 CIA 过去60年没有在委内瑞拉展开行动吗？哇，这一记巴掌真的是狠狠的打在川普的脸上。好，但是委内瑞拉到底从经济上面来看，我刚刚想从战略地位上面来看，它是很重要的。另外，也就是打委内瑞拉给其他的中南美洲国家看。但委内瑞拉有哪些重要的天然资源在经济上面又在南美扮演什么样的重要角色？诚如刚刚2位老师讲的哈，第一个，事实上美国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 oil exporter，但是委内瑞拉是全世界最大的 oil reserver， 它有最大的这个 reserve。那如果从地理位置来讲的话，当然是如果你能够控制委内瑞拉，你这个左边是 Colombia， 往下是影响到巴西，上面跟 Puerto Rico 接起来，你基本上可以控制加勒比海。但是timing 来说，就刚才2位老师讲的，川普的 timing 选的是非常非常的好，捡到枪了，就是说基本上那个委内瑞拉的盟友就是 Russia、China、Iran， 那你基本上在跟 Russia、China 谈判的时候，还有在 government shutdown 的时候，你这个基本上是很容易在外交跟内政上都可以得到 support。那还有就是说，任何一个美国伟大的总统都需要 define 一个伟大的一个 opportunity， 战争也好，等等也好，所以基本上是下的是非常非常精准的一个作为。林老师怎么看啊？就接下来这个，因为现在委内瑞拉政府马杜罗那边讲说，美联社乱报。那所以他接下来他会用什么样的动作？我觉得其实现在对于这些小国，就是相对来说这个小国来看啦，今天第一个他要跟美国要怎么样去谈判或者怎么样，我自己会认为，川普在这种议题上面的话，他也是一种升高谈判的模式，他准备好来对付你极限施压。可是极限施压，但是他要不要真的大举侵入，像当年老布希这样？我觉得川普他倒不一定会做这种事，因为对于川普来讲，他也知道。就是要打仗，最好是远距离炸一炸，无人机做一做，或是你内部的一个反叛势力、内部敌对势力或其他政敌，这样就好了。